Destroy the launch pad!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我是马姆森。本期视频带来 New Age 出品的震荡波，玩具附带的配件很少，制品也比较简单，可能是设计者想让我们把玩和收纳配件的主要精力停留在本体上。对于震荡波这个角色来说，我也认为配件越简单越好。本体采用浅紫色全金属漆面覆盖，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不免联想起 MP 版本的震荡波玩具。在外形上，除了漆面比起 MP 版本有较大提升之外，整个身体外甲结构都尽量避免小零件的切割结构，而是采用大块面板呈现玩具的一体感，线条过渡也非常圆润，造型上基本没有牺牲的地方，特别是大腿、脚掌宽度合理。而背包也是我目前看到的机翼造型震荡波玩具里面最小的。背包不仅是小，而且是一体变形，不需要额外拆下面板。打开背包结构后，可以看到整个枪形态的炮口直接收纳在了胸腔内部。触发机关之后，可以在胸口看到亮灯，这也是 MP 版本没有做到的地方。个人很喜欢这里的设计。当然，如果说你有准备工具，每次人形态开灯就会更加的方便。至于可动性方面，头部范围正常可动，手臂可以旋转，折叠范围超过90度，手腕是简单的左右旋转，腰部可以旋转，并且90度前倾。前裙甲是常规范围，而侧面与后裙甲是一体。侧面翻开后即可解锁腿部各个方向的移动范围，腿部不含有任何球形关节，大腿膝盖可动如下，脚底板可以左右前后。整个震荡波的手感可以说是 NA 霸天虎四人组当中最紧凑的一个。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到这款玩具的变形过程。第一步，解锁背包处的卡扣，把两边的卡扣解锁之后呢，将整块面板直接移动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从前后直接拉出它背后的这一块收纳的炮口，拉到这个位置，将整款头部的这一块零件呢向下压，它跟后面的这块紫色零件呢是在一起的，这样压过来。下压之后可以看到背后它翻出的这个细节零件，把这两块细节零件呢给它挑出来。再把它压回去。接下来呢，把它的两只手臂呢，利用它中间移动的关节位点呢，把它移过来。移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卡扣，然后呢，正好我们就要与这里折叠下来的这一块零件上方的这个紫色的卡扣呢相结合。一边都编好了，另外一边呢，我们再来一次，把这个手臂呢直接向上抬，通过一些位置腾挪抬到这里面之后呢，把中间的卡扣合并，然后在上方手臂的上方呢，也可以看到卡扣，将上方的卡扣密合。这个时候呢，将整个拳头向中间进行到旋转，再把后面炮口拉起，利用它两边的这个多出来的关节呢，把它打开之后，将整个双手臂呢就收纳在前面，整个炮头的部分呢就变形完成。下面我们看到它的下半身的部分。首先呢，通过它背后的这两个地方呢，如果说第一次变形呢有点紧建议也是用工具把它前后这样稍微撬开一点。撬开之后呢，把它外侧的外甲呢，通过它的双动关节呢，可以看到里面拉出是这样的双动关节，直接挪动到前方来，然后呢，再把脚掌呢给它收下去。收下去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是有滑槽的结构，把整个滑槽呢向内推。另外一条腿呢也是同样的变形方式，将整块零件先挑松掉。然后呢，直接把这个外甲呢，通过它这里的双动连接呢，移动到外面来，这里包住之后，再把整条腿呢向内推，推进之后呢，它两边正好是有卡扣可以进行到密合，这里密合一次，然后下方这两边呢也是这样密合一次。最后我们来看到上方的这块盖板，将这个盖板呢中间的这一块盖板呢像这样旋转90度。它形成一个竖着的，就正好通过中间的滑槽呢，咱们可以把整块零件呢3块都往下压，压下来之后，这里呢是有一个上下密合的卡点，把卡点给它卡住。好，整款震荡波的枪形态呢
就变形完成了。在最后呢，我们可以使用它附带的这一个地台啊，把这个地台的零件，它这里是有一个紫色的零件，正好呢可以把腿部稍微这样拆开一下，把这个紫色的零件呢给它扣上去。扣上去之后呢，就可以在它附带的这个台子上面呢进行到摆放展示了。枪形态下可以看到人形小腿内侧直接变成枪的尾部，从上往下看，螺丝孔和零件分割细节较多，但是整个枪体，特别是中间，由于由面板固定，不会有摇晃的情况发生。解锁握把之后，也能自行想象出飞机形态。亮灯后是这样一个效果。对我来说，判断玩具的变形设计是否巧妙，主要看它在保证双形态美型可动的前提下，是否解决了之前版本玩具没有解决的问题。以震荡波的玩具来说，首先是背包如何收纳到最小，第二是变成枪形态前后结构是否能够稳固，第三是保证双腿结构完整合理的情况下，如何收纳双腿的零件。套入这3点之后，我们重新来看本次 NA 在设计变形和造型的时候解决和进步的点。首先是通过将炮口收纳进人形胸腔，同时额外设计盖板结构，在人形态下盖板可以遮挡炮口，而在枪形态下可以固定整个枪身，一下就解决了背包体积和枪型稳固度的问题，并且实现一个灯双形态发光的难题。而腿部通过简单的大块翻转，直接实现了腿变成握把的转换。而且由于之前的盖板存在，也节约了腿部需要出现的零件数。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整个小腿从各个方向看都非常的圆润完整。说到这里，不得不再次佩服设计师，真正思考过震荡波玩具该有的样子。所有的零件利用率都很高，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形步骤，把玩下来非常的享受。但这一切的起点，不得不说，还是因为 MP 版本开创了震荡波的大体结构，才有了后面涌现出来的震荡波的好设计。当然，以上的解读呢，都是我自己站在我个人的角度、个人的视角所出发，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比较片面的想法。每个人对于玩具收藏还有设计的好坏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本款玩具只是更加符合我对于震荡波玩具的需求。至于是否真的有这么优秀，还是看大家个人的喜好。本期视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